第37个。林暖暖，你这名牌大学毕业证，怕是只能拿去垫桌角了。喂，您好，我叫林暖暖，看到您的招聘，对，我什么都能做。明天上午10点，御景湾18栋，过来面试。2万块，林暖暖，你要发财了！还清贷款就在今天。我叫林暖暖，22岁，特别能吃苦，也会碟做饭，求您一定要录用我。陆景琛怎么会是这个大学4年的死对头？林暖暖，怎么不敢进来？怕我吃了你，还是怕想起你当年输给我的那些奖学金？谁怕谁？我那是大度不跟你计较。不就是个助理吗？我干！陆总，以后请多指教。很好，很好，林助理，既然签了字，那就开始你的第一项任务。排骨只要肋排，番茄要带藤的，还要没疤。你这买的是菜还是艺术品？如果你连这种基础工作都做不好，现在就可以滚。事儿清，我看你是故意整我。我听到了，现在立刻去。吃，撑死你算了，还嫌弃我的厨艺。我爸可是30年的老厨师。糖放多了，太甜。你这水平，也就只能喂喂流浪猫。你别太过分，不爱吃就别吃啊！虽然味道一般，但看在没毒的份上，还有下次水放咸了注意点。死傲娇，明明吃的比谁都快，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哪来的油烟味儿？你是谁？怎么会在景琛哥家里？
我是这儿的生活助理林暖暖。助理，穿成这样，景琛哥呢？让他出来见我。他在书房工作。苏曼依，你又来干什么？人家是给你送紧急文件的呀，正好顺路嘛。景琛哥，这位是新招的保姆。现在的保姆门槛这么低了吗？连制服都不穿。他是新来的生活助理。林助理是吧？辛苦了。景琛哥的胃不好，你可得好好照顾他哦。给我听好了，拿着你的薪水好好干活，别生出什么不该有的非分之想。景琛哥这种身份，不是你这种货色能高攀得起的。苏小姐放心，这本就是我的分内事。哎呀，林助理，这排骨怎么这么甜？景琛哥最讨厌吃甜食了，你连雇主的喜好都不知道吗？还有这鱼，腥味这么重，火候一看就不够。这汤，你是把盐罐子打翻了吗？景琛哥，你平时工作那么累，怎么能吃这种东西？我觉得还行，味道不错。是吗？也是，家常菜嘛，不能要求太高。我马上过来。真是不好意思，林助理，我不小心碰倒了。地毯弄脏了可是很难洗的。林助理，麻烦你快点收拾一下，动作这么慢，景琛哥怎么会雇你这种废物？苏曼妮，你很闲吗？景琛哥，我只是……文件送到了，门在那边，别让我说第二遍。胃壁质、打血，这么多药，难怪他这几天加班到深夜，每次吃饭都只动几口筷子。谁让你做的？我不需要。闭嘴吧，陆总，你这胃疼的都快晕过去了，还装什么硬汉？喝点粥暖暖。再来一碗。你爸是厨师？我爸以前开了个小饭馆，做的糖醋排骨是整条街的一绝。可惜后来他身体不好了，只能关门。活该，谁让你不好好吃饭？
4年前，原来你们早就勾搭在一起了。林暖暖，你个穷酸货，凭什么？那就128亿。林助理，洗得挺干净嘛。问你个事儿，你和景琛哥以前就认识吧？不认识啊，陆总那种大人物，我怎么可能认识？苏小姐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是吗？不认识最好。毕竟做助理要有做助理的本分，有些东西看了不该看，想了也白想。林暖暖，你昨天进过书房吗？进过，打扫卫生的时候按规矩进去擦了桌子。那桌上的文件你动过没有？绝对没有，我只负责擦灰，连翻都没翻过。陆总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景琛哥，那可是华润集团的合作协议啊，明天一早就要签了，这会儿居然不见了。监控里清清楚楚写着，昨天除了你，就只有林助理进去过。我没拿，陆总，我连那合同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拿它干什么？监控只拍到你，你让我怎么信你？所以呢？就凭一个进门的监控，你就认定我是贼？林助理，如果是误会，说清楚就好了。要不你让我们搜一下你的房间，毕竟2万块的薪水，万一你是想多要点赔偿款呢？够了，都给我出去！景琛哥，合同还在他身上。我说，全部出去，别让我说第3遍。陆景琛，我再说一遍，我没拿。知道。吃完这顿，咱们两清。林暖暖，以后别这么傻，上赶着给人当保姆还被冤枉。关于合同，你真的没什么想跟我交代的？交代什么？交代我怎么没拿合同？陆景琛，你宁可相信那死板的监控，也不肯相信我这个每天给你煮粥熬汤的人。我林暖暖是穷，是毕业就失业，但我有骨气，我没拿就是没拿。这助理我不干了，那2万块我也不稀罕，你留着给你的苏大小姐买包吧。苏曼妮，你胆子真不小，敢在我书房里监控死角动手脚换走合同。这合同的事儿我可以不追究，这是最后一次警告。如果你再敢动林暖暖一下，哪怕只有1根头发丝，别怪我不念陆苏两家的情分，我会让苏家在市里彻底出名。你都听到了。你既然什么都知道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看着我被苏曼依冤枉，看着我像个傻子一样自证清白，你觉得很有趣吗？我本来打算今晚就把苏家伸进来的手断掉。苏家和陆家牵扯太深，这里面的水比你想象的浑。我不想让你也被溅一身泥。那你觉得我就活该被冤枉吗？陆景琛，
你知不知道我刚才在房间里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有多难受？我以为这1个月的所有努力在你眼里都是个笑话。对不起，暖暖，是我考虑不周。你别哭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瞒你，我只是什么？怕我连累你，还是怕我真偷了你的合同？我怕你知道我居然一直喜欢你，会觉得我这些年做的所有事都很恶心，会觉得我想把你绑在身边别有用心。你刚才在书房门口说的那话，什么叫喜欢我很久了？我们大学4年难道不是互看两生厌吗？你还记得大一那年食堂吗？我记得，我那是看你一个人站那儿发呆，以为你也没饭吃。你说你也一起吃吧，一个人吃多没意思。那时候我刚进校，谁都不认识，家里又逼得紧，那是第一次有人不管我是谁，单纯因为怕我饿着给我分饭。就因为一个盒饭？那你后来为什么天天在课堂上怼我？因为我发现你对那个胃痛的室友嘘寒问暖，对他笑得灿烂，对我却只会说喂让开。那时候我太蠢，不知道怎么引起你注意，只能找茬跟你吵架，吵着吵着竟然吵了4年。陆景琛，你这追人的方式简直是反面教材。毕业后我看你投了几十份简历都没下文，我就联系了招聘平台，定向给你发了那条短信。所以那个2万块包吃住的私人助理真的是你专门为我设的坑？所以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。陆大总裁费尽心思骗我这个失业大学生来给你当保姆，其实是为了报大学4年的私仇，顺便追我。追你是真的，但绝对不是报仇。苏曼妮那边我会彻底切断联系，合同失踪是因为他收买了保洁，我已经拿到了证据，以后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。想起他胃痛时虚弱的样子，心里的天平其实早就倾斜了。暖暖，你还是要走，我都解释清楚了，合同在那儿，苏曼妮也赶走了，你能不能……陆总，你骗我来当助理，还害我哭了半宿，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现在心里乱得很，需要时间。那你要考虑多久？给我个准话，是1天还是2天？那得看你表现，要是你又敢对我大呼小叫，我就立刻拎箱子走人。景琛哥，昨天的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昨天的事我不追究，但这是最后一次。你再动他，别怪我不念情分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呀？你明白？隔壁邻居的监控我都调出来了，那辆车下午在别墅区出现过，需要我继续查下去吗？去查一个叫林暖暖的，我要她所有的资料，越详细越好。尤其是她家里，我要知道她有没有什么能让我拿捏的把柄。
林暖暖父亲的饭馆因卫生不达标被责令停业整顿。喂，陆伯母吗？我是曼妮呀，有件事儿我想跟您聊聊。你好，我是景琛的母亲。阿姨您好，快请进。不用这么拘谨，我就来看看。听说你在这个家里做助理，厨艺很好，会一点家常菜。阿姨，您今天过来是有什么吩咐吗？没什么吩咐，就是来看看。我中午就留在这里吃饭了。景琛他爸原本也想来，临时有公务过不来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准备。确实不错，这手艺比我家的厨师还要好。你家是哪里的呀？回阿姨，江城下面的小镇。家里父母都是做什么的呢？我爸以前开小饭馆的，现在身体不好，在家休养。我妈走得早。平时就看这个。我想多学几个菜，把工作做好。这姑娘看着倒挺朴实的，是个安分的孩子。妈，那你觉得她怎么样？人是不错，但家世差了点儿。你爸那边怕是不好说。我没说不行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自己看着办。不过，曼妮那边你也要处理好。苏家跟你爸有生意上的往来，别把关系弄得太难看，引起两家动荡。我知道怎么做，您路上小心。别洗了，一会儿让保洁过来弄。我妈刚才走的时候，她说她很喜欢你，还特意夸了你。是吗？阿姨那是客气，陆总你别当真。他说你菜做得好，比家里的专业厨师都有灵气，你还在生气？陆景琛，我不是生气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骗你，还是因为我瞒着你处理苏曼妮的事？你说了那么多喜欢，我却不知道该信多少。
你骗我来当保姆是事实，苏曼妮的那些小动作你一直瞒着我，这也是事实。这种事以后还会不会发生？那你要我怎么做？只要你肯留下，什么要求我都答应。以后有事不许瞒着我，不管家里的还是公司的，不管好坏你都得跟我说，不许打着为我好的旗号剥夺我的知情权。好，我答应。还有，不许再跟苏曼妮单独见面，她要是找你，你得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好。那我接受你的追求，但你别高兴太早，你还在考察期，表现不好，我随时卷铺盖走人，让你继续吃外卖。保证好好表现。林助理，请多关照。陆景琛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神秘兮兮的。带你约会，第一站，把你的装备升级了。我有衣服穿，真的。你那些都旧了，以后要陪我出席很多场合。今天听我的，去试试。是不是很难看？我就说我不适合这种风格。还行吧，凑合。先生，你女朋友穿这件真的很合适，简直就像定制的一样。包起来，剪掉吊牌，她直接穿走。太贵了，这条裙子顶我2年生活费。你不是说我在考察期吗？这就是考察内容之一，让我表现一下。怎么了？不好吃？这是他们请的法国主厨的拿手菜。肉质是不错，但酱汁调得太腻了，还没我做的好吃。既然林助理眼光这么高，那以后还是吃你做的。这可是你说的。不过以后想吃我做的饭，得排队。陆总，记得提前预约哦。这是林暖暖父亲5年前被停业整顿的全部报到复印件，包括当年的卫生整顿通知书。这种陈年旧事能有用吗？现在谁还看这个？普通人不在乎，但陆家最看重名声。陆家长辈绝不会允许未来儿媳妇家里有过这种被政府点名的污点。我要你找准时机，让这份资料出现在陆氏集团的董事会桌面上。陆景琛那个人手段厉害，要是让他查出来是我干的，我在这行就别混了。怕什么？查出来又怎样？只要让那帮老古董发话，林暖暖这辈子都进不了陆家的门。只要他滚了，后面的事我自会处理。这是定金，事成之后，我会送你出国避避风头。林暖暖，跟我斗？你以为景琛哥喜欢你就够了吗？在陆家这种豪门面前，爱情最是不值钱。根据第3季度的财报，我们的营收增长了15%，但净利润却下滑了3个百分点。陆总，项目先放放。我今早收到一份有意思的匿名材料，大家不如先一起看看。王叔，还有各位，我记得今天的议题是讨论南城那个几个亿的投资项目，林暖暖他爸的事儿跟今天的盈利预测有1分钱关系吗？哼，怎么没关系？你是陆氏的门面，你身边人的底必须干净。万一这事儿被媒体捅出去，说咱们总裁招了个黑心作坊的女儿当心腹，陆氏的股票你来负责赔。第一，林暖暖是我私人聘请，工资我个人出，跟集团没有半毛钱关系。第二，
他父亲的事5年前就解决了，所有处罚已经执行完毕。如果有人想拿这种陈芝麻烂谷蕊的事儿来浪费董事会的时间，我建议他先去查查自己的底子，是不是真的比这张纸还白。散会。去查那份材料是谁塞给老王那个老狐狸的。那老家伙平时缩头缩尾，没人在后面推他，他不敢当众下我的面子。陆总，我已经查过了，送材料的那个人虽然戴着口罩，但最后上了一辆尾号为666的黑色轿车。我打听过了，那辆车是苏小姐名下的。果然是他，苏曼妮，你还真是死性不改。苏曼妮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警告对你来说是耳旁风吗？景琛哥，你说什么呢？少跟我装糊涂！董事会上的材料是你让人送的吧？既然你非要动它，那就别怪我不念两家的交情。从现在起，我会让你知道动我的人要付出什么代价。通知财务和项目部，苏氏集团那个筹备了半年的合作项目暂停推进，所有正在进行的对接全部切断。陆总，您考虑清楚，那可是几个亿的项目，咱们前期也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，这突然停了，董事会那边肯定会炸开锅的。我的话从来不说第二遍，只要我还在这个位子上一天，苏家就别想从陆氏拿走1块钱的利润。陆景琛，你竟然为了那个出身低贱的厨子女儿动我们家的项目，那是几个亿的单子，你疯了吗？曼妮，我早就警告过你，陆景琛那个人虽然看着冷，但心思极重。你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小动作，在他眼里跟小孩子过家家没区别。现在好了，合作项目被停，公司的资金链都要受影响。我不甘心，爸，我等了他整整10年，我为了他把自己变成最完美的淑女，凭什么一个刚毕业、一个满身油烟味的保姆就能抢走他？唉，感情的事勉强不来，他已经为了那个女人跟你撕破脸了，你再折腾下去，苏家都要给你陪葬。听我的，收手吧，出国待一阵子。收手？我的字典里就没有这2个字。林暖暖，你让我家丢了项目，我就要让你彻底消失。帮我盯着林暖暖，我要知道她出门见谁，去哪儿。苏小姐放心，只要钱到位，她上几次厕所我都能给您拍下来。陆总，我去菜市场买肉，那里又脏又乱，全是水渍，你跟去做什么？我去监督你花钱，万一你假公济私，拿我的钱去买过期五花肉怎么办？大叔，这番茄多少钱一斤？ 8块。太贵了
6块。你看你这番茄个头都不匀。姑娘，你男朋友穿的这么体面，手表都能买我10个摊子了，你还差这2块钱？谁说他是我男朋友？他就是个跟班。老板，他说了算，他说6块就6块，毕竟我的卡都在他手里。得嘞，小两口吵架归吵架，6块就6块。陆景琛，你乱说什么？走慢点儿，菜要掉出来了。陆景琛，你老实交代，大学那时候你为什么要老是跟我作对？因为想引起你注意。那也太幼稚了吧！你那时候可是高冷男神，天天在辩论赛上把我气得想掀桌子。确实幼稚，但那时候看着你跟那个谁，那个胃疼的室友说笑，我就浑身难受。那现在呢？现在看你跟路边的摊主说话，我也还是难受。小心眼儿。陆景琛，我以前在出租屋投简历投到绝望的时候，从来没想过会有今天。我也一样，我那时候以为这辈子只能通过那堆照片远远看着你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要把以前欠你的4年全部补回来。林暖暖，你是谁？谁让你来的？放开我！救命！有流氓！有流氓！别动，我就拍几张照片，老实点儿。放开他！谢谢你，你是路过的吗？林小姐，我叫阿杰，是陆总不放心，特意安排我每天跟在你后面保护你的。受伤没有？那个杂碎碰到你哪儿了？说话！我没事，多亏了那个叫阿杰的突然出现，不然那个人就要抢我的包。你什么时候派人跟着我的？从苏曼妮在董事会搞事的那天起，他那种人得不到就喜欢毁掉。阿杰是退伍的侦察兵，他在，我也能睡个安稳觉。你应该告诉我，你这样瞒着我，让我整天觉得身后有双眼睛盯着，心里毛毛的，很吓人，知不知道？
我答应过爷爷，要照顾好你。告诉你，你肯定会说太破费了，或者我不习惯。林暖暖，苏曼妮找人跟踪你，那些偷拍照片早就在我桌上了。我不找人护着你，万一你出了事，我找谁去要那2万块的雇佣金？谢谢你，真的谢谢。以后不许再说谢谢，只要我在，没人能动你。苏曼妮那边我会处理干净。一杯蓝山多糖。林小姐，找我这种大忙人，难道是想通了要主动辞职，还是打算跪下来求我放你一条生路？苏小姐，我想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些没意义的寒暄。今天在那条小巷子里堵我的人，你应该很熟悉吧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一个名门千金，整天忙着参加慈善晚宴，哪有空去管什么巷子？证据呢？林助理，没证据乱说话，我可以告你诽谤的。是苏曼妮小姐让我来拍点私密照的，求你放过我。苏小姐，我知道你喜欢陆景琛，但感情的事勉强不来。你做这些下三滥的事儿，只会让他更讨厌你。现在的你在他眼里，连路边的尘埃都不如。你懂什么？我跟他认识20年，你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保姆，凭什么教训我？你以为抓到这点把柄就能赢？我没觉得赢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别再做这些无聊的事了，别让自己最后一点自尊都丢尽。喂，帮我做一件事，我要让林暖暖身败名裂，我要她这辈子都抬不起头做人。苏小姐，你确定？之前的事陆总已经警告过了，如果再被抓到，江城恐怕没有我的容身之地。这次我自己担着，你帮我造一些照片，那种看起来像他跟别的男人在外面勾勾搭搭不清不楚的，一定要真，角度要刁钻，要让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放荡的货色。这伪造照片可是重罪，万一陆总审查下去，钱不是问题，事成之后我给你双倍。我要这些照片出现在江城每一个人的手机里，尤其要发给陆启琛。好，钱到位，我试试，保证连最顶级的鉴定师都看不出痕迹。林暖暖，阿姐，我邮箱里的照片是怎么回事？你就是这么侮辱他的？陆总，那是上个月的事儿。林小姐去超市回来的路上偶遇那个学长，两人在咖啡点坐了不到5分钟，我全程在后方观察，对方想动手动足，被林小姐直接挡开了。陆总，那些照片的角度极度刁钻，是专业狗带的手法。对方故意删掉了林小姐拒绝后的画面。苏曼曦，你
真是活够了！我给过你机会，你非要把我的底线踩碎。苏叔，我今天来不是找你叙旧的。曼妮最近干的这些好事，你这位当家人的心里有数吗？陆贤侄，这曼妮平时是任性了点儿，这照片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照片、录音，还有上周合同失踪的证据都在这儿了。苏叔，苏氏现在的资金缺口还没补上吧？如果这些东西明天出现在警局或者媒体面前，你觉得苏氏还能撑几天？这个不争气的孽障！陆贤侄，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会处理。给你添麻烦了，我一定给你个交代。苏叔，看在两家往日的情面上，这是我最后一次上门。下次曼妮再敢动林暖暖，我保证让苏家在江城彻底除名。你个疯子！你想害死苏家是不是？陆景琛亲自找上门了，所有的证据都在他手里。他为了那个女人竟然打我！爸，我是你亲女儿。从今天起，你给我关在房间里反省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踏出房门半步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这个老东西！他怎么能这样？这是纯属造谣！我那天只是在咖啡馆遇到学长，满打满算说了几句话就走了。他想套近乎，我根本没理他。苏曼妮是不是有病？这照片明显是偷拍借位的，他竟然拿这个来骗你！陆景琛，你相信我吗？我发誓，我真的没有暧昧，哪怕1分钟都没有。我知道，照片到我手里之前，阿杰就已经把当天的真相查清楚了。我当然相信你。苏曼妮到底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地步？就算没有我，凭他干的这些事，你也不可能喜欢他啊。他这种人，从小锦衣玉食，在他的逻辑里，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得到，得不到就毁掉。真是可怜又可恨。为了这点偏执，把两家的交情都败光了。别担心了，以后不会再有事了。苏建国已经把他关了禁闭，他这种老狐狸，知道分寸。暖暖啊，我是你王大爷，你爸刚才在菜园子里晕倒了，现在刚送到镇医院，你赶紧回来一趟吧。什么？王大爷，您再说一遍，我爸怎么了？好，我这就回去，这就回去。别慌，上楼收拾一下，我送你。不行，陆景琛，你公司下午还有个跨国会议，你工作那么忙，我自己打车去车站就行。这时候还废什么话？你现在的状态连路都走不稳，还想去挤大巴？赶紧去拿东西，我在车库等你。我已经给江城最好的专家打了电话，阿杰也已经先开车往那边赶了。叔叔吉人自有天相，别自己吓自己。陆景琛，谢谢你。再说谢谢我就把你扔在服务区。林暖暖，你记住，天塌下来还有我顶着。爸，我回来了，你睁开眼看看我啊！回来了，别哭。
暖暖啊，这小伙子打昨天跟你回来就一直忙前忙后的，他是你同事？爸，他是……叔叔您好，我叫陆景琛，是暖暖的男朋友。之前因为工作忙，一直没能上门拜访，让您受累了。你男朋友？好，好，好，这死丫头，瞒得够死啊！小陆啊，别站着，快坐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叔叔，我自己做点小生意，混口饭吃。做生意好，实在，不像那些花里胡哨的。小陆啊，暖暖这孩子从小没妈，我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，把她拉扯大。她性子倔，但也单纯，吃了不少苦。我就这一个宝贝女儿，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对她，别让她受委屈。叔叔放心，我陆景琛在这里发誓，只要我在一天，没人能欺负暖暖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她一辈子。哎呀，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见家长呢？苏曼怡，谁给你的胆子跟到这里来？景琛哥，我听陆伯母说暖暖的父亲住院了，特意代表苏家来看看。叔叔，您可要好好养病，毕竟暖暖在景琛哥那儿当助理也挺不容易的。苏小姐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请自重。你嚣张不了多久。陆景琛，你这一下午去哪儿了？这又是什么？那个，我看叔叔这2天没胃口，去租了医院后厨的一个灶位，这是我煮的小米南瓜粥。陆景琛，那个平时连微波炉都不会用的陆大总裁，居然亲自动手下厨。小伙子有心了，这心意比金子都贵。来，我尝尝。陆景琛，你这到底是粥还是毒药啊？怎么这么咸？你把一罐子盐都倒进去了吗？可能火候没掌握好，我也是第一次弄，我这就去倒了，重新买。不准倒，这可是我女婿第一次下厨，哪怕是毒药我也喝。暖暖，那个小陆对你是真心的吧？爸，你怎么突然说这个？暖暖啊，他家条件应该不差吧？他那件外套抵得上咱们老家半套房。他家确实非常有钱，是那种咱们想都想不到的有钱。闺女，高门大户不好进。你妈当年就是受不了那些人的冷嘲热讽，才跟着我回这穷乡僻壤的。有钱人的门槛是用面子和自尊心铺出来的，你要想清楚。爸，我知道前面路不好走，但我感觉得到，陆景琛跟那些人不一样，他就算自己受委屈，也不会让我受气。那就好。但暖暖，你记住了，不管你以后飞多高，都要给自己留条后路，别傻傻的把所有筹码都压在一个男人身上，那样太累。怎么了？从上车就一句话不说。我爸说你家门槛太高，让我想清楚。
陆景琛，我怕我真的进不去那扇门。暖暖，你爸说的没错，他是个聪明人。你也是这么觉得的？我家确实事多，我妈上次来探底你也看到了，她还算讲道理。但我爸，他是个极度看重利益和联姻的商人，他比你想象的更难搞。但暖暖，你记住，那个家是那个家的，我是我的，我不需要你为了迎合他们去改变什么。不管谁反对，我永远站在你前面，天塌了，我顶着。那你保证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许松手。除非你先不要我。你父亲晚上回宅子，带那个助理回来。暖暖，别忙了，今晚老宅那边要见你。见你爸，今天晚上。别怕，有我在。待会儿要是待得不舒服，咱们随时走。这装扮挺素净的，倒是很符合你的身份。爸，我带暖暖回来了。苏曼依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曼依是我请来的贵客，苏家和我们有几十年的生意往来，她来尽尽孝心，有什么不妥？林小姐，听说你父亲以前是在镇上开小饭馆的，这种操劳的活计，恐怕连医保都难交齐吧？是的，伯父，他开了快30年，虽然辛苦，但供我读书还算勉强。那后来怎么关了？这种小本生意，关了恐怕就断了生计。因为身体不好，常年的劳累让他的腰椎受损，只能回家休养。身体不好，还没退休金，那他以后老了，是不是全指望你从我们家景琛手里拿钱去填那个无底洞？坐下，景琛，你听到了吗？这就是你所谓的真爱。这种原生家庭只会是你事业上的绊脚石。林小姐，我不是针对你，但我这个人说话直。你跟我儿子确实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曼妮家里跟我有几十亿的合作，他本人也是顶级名媛。景琛，你应该考虑的是能帮你稳固江山的人，而不是一个随时会把你拖进泥潭的累赘。伯父，我能说几句吗？说，我倒要看看2万块钱雇来的助理能有什么高见。我承认我家条件是不如陆家，但我爸没偷没抢，他靠着一把锅铲把我养大，供我上大学，那是他堂堂正正赚来的辛苦钱。他身体不好是因为把所有的精力都给了那个家，给了我，这不叫累赘，这叫伟大。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有没有教养？苏小姐，我现在是在跟伯父平等的沟通，请你保持最基本的礼貌。如果插嘴就是你所谓的名媛教养，那我确实没有。至于我和陆景琛，他喜欢我，我喜欢他，
感情的事什么时候变成了买卖？伯父，您觉得门当户对重要，还是您的亲儿子每天回家能有个真心笑脸重要？钱您可以赚一辈子，但真心丢了就再也买不回来了。有点意思，敢在我面前拍桌子论长短的，你还是头一个。坐下吧，先把这顿饭吃完。林暖暖，你刚才在席上挺厉害啊，怎么，以为让陆伯伯笑2声，你就真能拿到陆家的入场券了？苏曼妮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种跟踪、偷拍、搞破坏的戏码，你玩不累吗？累，只要能让你这种货色滚出景琛哥的视线，我做什么都不累。我从小就喜欢他，我等了他整整20年。我为了陆家儿媳这个位置学插花、学法语、学那些恶心的社交词律，你凭什么一出现就把我的一切都毁了？苏曼妮，你还没明白吗？陆景琛喜欢谁是他的自由，他不爱你，不是因为我出现了，而是你从来就没进过他的心。你越是卑劣，他就只会把你推得越远。闭嘴！轮不到你来同情我。那咱们就走着瞧，陆家的门槛没你想象的那么好跨，只要我还在一天，我就要让你生不如死。那个姑娘虽然牙尖嘴利了点儿，但确实有点意思，比我想象中那些只会哭哭啼啼的麻雀要强。爸，这么说你不反对我们了？哼，我没说不反对，我只是说她比我想象的好一点，至少骨子里还有那么几两硬气。但想要进陆家的门，只有这点硬气是不够的。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直说吧。我给他一个考验，为期3个月。这3个月内，如果他能通过，我就不再干涉你们。考验？你是想让他知难而退吧？说吧，什么内容？让他进陆氏集团，从最基层的员工做起，不许公开身份，不许动用你的关系，一切靠他自己。3个月后，如果他能留下来，并且全公司没人说他半句闲话，我就承认他有资格站在你身边。这不公平！基层的工作环境你最清楚，各种人际关系勾心斗角，他一个人倔生，没有公平。想要进我陆家的门，就得有顶得住狂风暴雨的本事，这是陆家的规矩，也是你要取他的代价。暖暖，刚才我爸跟我说了个事儿，他想让你进公司做3个月的基层考核。考验？如果不通过，他是不是就要让我彻底离开你？不仅是考核，他要求你不能靠我，不能公开身份。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个坑，暖暖，如果你不想，我们不理他，大不了我脱离陆家。不，陆景琛，我接受。你确定？那是市场部最脏最累的活，甚至可能有人会故意整你。你爸说的对，想进你们家的门，得有真本事。我不想一辈子背着靠男人上位的骂名，我要堂堂正正的站在你身边。你这倔脾气，真是一点都没变。既然你决定了，那这3个月我会看着你。不行，说好不能靠你，
你自己当你的总裁，我当我的小助理，咱们公私分明。好，林助理，那我就在顶楼等你的好消息。林暖暖是吧？别以为你是上面派下来的就有优待，这些是近3年的市场调研数据，今天下班前必须整理成报表发到我邮箱。今天下班前？今天下班前。王经理，这数据量太大了，我刚入职，对系统还不熟。怎么，做不到？做不到就趁早打报告走人。我们市场不养闲人，更不养只会做饭的保姆。能做到。这才第1天，你们还有什么招数，尽管使出来。林暖暖，这些数据逻辑全乱了，回去重做，别用那种眼神看我，这是专业。苏总，数据来源都是官方库，逻辑是按照王经理之前的模板跑的，请问哪里不专业？我说不专业就是不专业，在这儿，我的话就是逻辑，做不完。那就去给大家买咖啡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稳住。暖暖，你是不是哪儿得罪苏总了？他平时虽然严，但没这么针对过新人。可能是我做的还不够好吧，没事儿。带薪运动挺好的。陆景琛，你看着，我一定能挺过去。还在加班？苏曼依又找你麻烦了？没有啊，带我的王经理挺看重我的，多给了点活儿。林暖暖，只要我一句话，苏曼妮明天就能从陆氏消失。不要，陆景琛，如果我连苏曼妮这一关都过不去，我凭什么进你陆家的门？我自己来。上周的竞品数据分析谁整理的？拿出来。苏总之前说我的逻辑不对，我回去重新调研了周边5个城市的样本。大家看这里，由于我们之前的定价策略忽略了3线城市的下沉空间，才导致了这3%的缺口。这是你自己做的？那个竞品的数据是加密的，你怎么拿到的？我跑了3天实地，去他们的专柜数了客流，还查了他们去年年报的审计注碑。做得不错，以后的数据模态分析由你全权负责。王经理，他才入职几天，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一个新人。我看实力，不看资历。散会。暖暖，深藏不露啊！那份报告太专业了，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找那些审计注解？好啊，一会儿我把搜集资料的网站发到群里。陆景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说要去林氏出差吗？
刚下高速，正好顺路来看看。听说某人为了那份报告，中午只啃了一袋过期的饼干。这是我之前存在别墅冰箱里的那份，你特意回去拿的。为了赢苏曼妮，值得把自己折腾成这样。你要是喜欢数据，我直接把那个布裁了给你玩。值得。陆景琛，我要的是平等的站在你身边，而不是被你圈养在温室里的花。今天的那个小胜利，比你送我10个名牌包都让我开心。万一被人看到，明天公司群里又要炸锅了。看到又怎样？你林暖暖是我陆景琛认准的女人，谁敢多嘴，让她去财务结账走人。林暖暖，解释一下，这份报告的数据来源到底是什么？王经理，这些都是我亲手从公司内网数据库里提取的，还有上周调研的竞品公开信息，我核对过3次。核对过？那为什么竞品 A 的市场份额数据跟实际差了整整30%？就因为这一个数，刚才的客户会议我们被对方当众指着鼻子骂，客户现在质疑我们整个陆氏的专业能力，你知不知道这单合同值多少钱？听说了吗？他居然把数据脑错这么多，害得整个部门丢脸。泽，走后门进来的新人就是不行，除了会给陆总做饭，正经事儿一点干不好。我明明记得昨晚保存时那个数字是准确的。苏曼妮，你真以为能瞒天过海？林暖暖，我给你的处分还没下来，你现在进来是想辞职吗？王经理，数据错误确实是我的疏忽，但我必须要声明，那数据被人恶意改动过，我有证据。去，把苏总监给我叫进来。王经理，林助理的事查清楚了吗？这种低级错误，陆伯父那边恐怕不好交代。苏总监，这事儿你怎么解释？王经理，这视频能说明什么？我当时只是路过，看到他电脑没锁，想帮他关掉隐私窗口而已。我怎么知道数据会变？苏总监，你碰完之后，我的数据就差了30%，难道我的电脑会自己跳舞？够了，苏总监，这事儿我会1五1十上报调查组。在此之前，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。曼妮这丫头心气太浮，这种小聪明用在自己人身上，太不像话了。李暖暖，这次的数据风波你受委屈了，能留个心眼装监控，说明你不仅有干劲儿，还有脑子。伯父，我只是想证明我能胜任这份工作，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。我知道了，以后苏曼妮那边，你就交给我了。我知道了，以后苏曼妮那边，你就交给我了。我知道了，以后苏曼妮那边，你就交给我了。
他不会再找你麻烦了。伯父，您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既然你有这个能力，那就留在公司继续做。至于你和景琛的事，看在老头子这双眼睛还没瞎的份上，我不反对。爸，谢谢您。曼妮，看看你干的好事！我苏建国一辈子的基业，全毁在你那点赏不得台面的嫉妒心上了。爸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只是太喜欢景琛哥了，我没想过后果会这么严重。失望？我已经不只是失望了。从今天起，你立刻给我滚出国去澳洲的分公司待着。没有我的话，这辈子都不许回来。爸，你送我走，现在全江城都在看我笑话。你这时候送我走，我这辈子就毁了。哼，陆家已经明确表态，如果不把你送走，苏家连最后那点建材生意也别想做了。机票是明早8点的，行李让保姆收拾。你现在就给我滚上楼去！林暖暖，陆景琛，你们赢了，但别得意。苏曼丽离职后，市场部总监的位置不能一直空着。林暖暖虽然资历浅，但这段时间她处理危机和分析数据的能力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我决定由林暖暖暂时代理市场部总监一职，3个月试用期，做出成绩就转正，没意见吧？暖暖，不，林总监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行。这盆发财树我帮你搬进去。谢谢，大家继续忙吧。还有几份调查报告没交，别耽误进度。3个月前，我还在路边啃凉包子，现在我成了这层楼的主人。恭喜林总监，现在全公司都知道你是我父亲钦点的人才，以后我找你约会是不是还得排队？谢谢陆总关照，不过陆总要是表现好，我可以考虑给你开个绿灯。那林总监今天第1天升职，晚上赏个脸，去我家庆祝一下。我亲手，哦不，你亲手做饭，我帮你打下手。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，要是切洋葱流了泪，可不许找我告状。暖暖，你爸突发心脏病晕倒了，现在正在镇医院抢救。患者情况极度危险，必须马上开胸，加上请江城专家的飞刀费和后续特护，至少准备20万，家属赶紧去缴费。20万？我卡里只有5万，我去借，我马上打电话。拿去刷，密码是你生日，专家我已经联系好了，马上就到。不行，这笔数目太大了，我不能要你的钱，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图你的钱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跟我分彼此？里面躺着的是你亲爸。林暖暖，你记住，我是你男人，我的钱就是你的钱。你要是再废话，我就直接把这家医院买下来。叔叔，您醒了，手术很成功，您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小陆，你坐。叔叔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问你。小陆，你跟我交个底，你真能护他一辈子周秋国不能，趁早放过他。如果陆景琛这辈子只认林暖暖一个人，我相有谁敢看轻他？我就算是脱离陆家，也会带着他过好日子，此生唯他一人，绝不负他。爸，您真的不跟我回江城住吗？别墅那边我都给您收拾好房间了。不去了，城里像个铁笼子，连个下棋的老头都找不到。我回镇上老房子，有小陆给我安排的特护照顾，舒坦得很。景琛，暖暖我就交给你了，你们年轻人的路放手去走，只要你们过得幸福，我这老头子在乡下比什么都高兴。爸，您放心，我每周都会带暖暖回来看您。
林总监，欢迎正式入住陆宅，以后这栋房子你说了算。别闹，工人还在呢，我搬过来只是为了上班通勤方便，你可别乱想。这可是终身包吃包住的合同，你已经签了字，想反悔也没用了。今晚想吃什么？阿姨，您怎么来了？景琛，快帮阿姨拿东西。完了完了，肯定要被数落了。哎呦，这孩子怎么一阵子不见瘦了这么多？这是阿姨早上亲自让厨房熬的燕窝，专门给你补身子的。暖暖，以前阿姨对你有门第之见，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自从你来了，景琛这孩子终于有了点人情味儿，不再是个只知道赚钱的工作狂了。阿姨，我没怪过您，我知道您都是为了景琛好。你爸做手术那天的事儿，我都知道了。你这傻孩子，不知道景琛为了你做了什么。他公司那个季度的现金流全压在海外项目上了，为了第一时间给你爸凑齐那20万的手术费和顶级专家的出场费，他这个从小骄傲到大从来不低头的儿子，居然大半夜跑回老宅，低声下气的求我借钱。那一刻我就知道，他这辈子是非你不可了。既然他认定了你，那你就是我陆家堂堂正正的儿媳妇。以后谁要是敢欺负你，阿姨第一个不答应。谢谢您，妈。哎。陆总，你今天怎么坐立难安的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没有，公司最近有个大项目要收尾，在想报价。大傻瓜，我等你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暖暖，陆大总裁，你的女人在我手上，想让她活命，明天准备500万现金，不准连号。我要听她的声音，她要是少了一根头发，我让你们全家陪葬。景琛，别管我。不行，调动陆家所有资源，哪怕把江城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。那陆景琛答应给500万了，等拿到钱，咱直接把这妞做了，往江里一沉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必须自救，景琛还在等我。陆总，王晶已经通过刚刚通话定位到了最终坐标，在西郊废弃化工厂，车间小队已经从后方包抄。我先去稳住他们，让狙击手就位。贱人，你想跑？老子现在就弄死你！给我动他试试！暖暖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景琛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。
景琛，我没事了，别怕。对不起，暖暖，对不起，是我没保护好你，让你在那黑漆漆的仓库里受苦。我差一点就以为要失去你了。不怪你，你来的刚刚好。在那里面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只要你能来，我这辈子哪怕天天给你做糖醋排骨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景琛，你……我本来准备了一场极其盛大的求婚，有鲜花，有乐队，有满天的烟火。可是昨晚找不到你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疯了。我突然发现，那些仪式在生死面前什么都不是。暖暖，我1秒钟都不想再等了，我不能再忍受你以女朋友的身份遇到任何危险。我要你成为我陆景琛合法的妻子，我要用我的余生，我的生命来为你挡下所有的风雨。林暖暖，你愿意嫁给我这个笨拙的男人吗？我愿意，陆景琛，我愿意。你这个笨蛋！陆总，通过追踪雇佣绑匪的幕后黑手确认是苏曼妮，他以为他洗清嫌疑，目前他已被正式批捕。我要让他后悔。景琛，算了，他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他的余生都在铁笼里度过，没必要再为了这种人脏了我们的手。好，听老婆的，那些烂人烂事翻篇了。明天叔叔要来江城，老头子那边已经准备好了，这可是咱们2家第一次正式会面。暖暖啊，这宅子真气派，爸这身打扮会不会给你丢人啊？爸，您今天特别帅，放轻松，景琛的爸妈人很好的。林老哥，终于把你盼来了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陆董事长，您太客气了。亲家公叫什么董事长，多见外啊！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叫他老陆就行。走，厨房炖了你最爱吃的佛跳墙。林老哥，我们家景琛以前性子冷，多亏了暖暖这孩子，不仅工作能力强，还救了景琛的心。今天请你来，一是感谢你培养了这么好的女儿，二是正式向你提亲。亲家公，这是我们准备的聘礼，市中心的一套大平亭，还有陆氏集团5%的股份都写在暖暖名下。只要2个孩子幸福，什么门第规矩，在我们家通通作废。我林某人没本事，没给暖暖留下什么嫁妆，但我这女儿干干净净、清清白白。老陆、景琛，暖暖我今天就正式托付给你们了。爸，您放心，我绝不辜负他。暖暖啊，我闺女今天真漂亮，像你妈当年一样漂亮。爸，您今天也特别帅，您怎么哭了呀？今天可是好日子。爸没哭，爸是高兴。爸养了20多年的小棉袄，今天就要穿上别人的嫁衣了。暖暖，要是景琛以后敢欺负你，你就回家，爸的炒罐还能抡得动。景琛，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现在我把她交给你了。爸，您放心，从今天起，暖暖的命就是我的命，我发誓，我的余生只为她遮风挡雨，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。陆景琛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林暖暖女士为妻？无论顺境逆境、富裕贫穷、健康疾病，都永远爱她，保护她。我愿意，我等这一句我愿意，已经等了整整5年。林暖暖，谢谢你愿意嫁给当年那个惹你生气的毛头小子。这么大个总裁，哭鼻子可要被拍下来了。我也愿意，陆先生。
暖暖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昨天晚上的海鲜不新鲜？你别吓我。不知道，就是突然闻到你身上血后水的味道，觉得恶心。走，现在就去医院。阿杰，备车。怎么进去这么久还没出来？是不是食物中毒很严重？要是查出来是那家餐厅的问题，我立刻让人把它收购了。陆总，您冷静点，太太才进去了5分钟，而且根据我的常识，太太这症状未必是吃坏了肚子。医生怎么说？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要马上安排住院？陆先生，别这么紧张，恭喜你们，陆太太怀孕了，已经6周，胚胎发育得非常好。我要当爸爸了！我要当爸爸了！暖暖，你听见了吗？我要当爸爸了！陆景琛，你开30码，自行车都超我们了。让他们超。现在你和宝宝的安全是宇宙第一重日。堂堂陆大总裁，竟然躲在书房里写这种肉麻的孕期日记。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快还给我，这属于个人隐私。不给，我还要留着等宝宝出生念给他听，让他知道他爸爸当年有多妻管严呢。念吧，等他长大了，我要让他知道他妈妈为了生他吃了多少苦。以后要是这小兔崽子敢惹你生气，我第一个削他。暖暖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以后再也不生了，就生这一个。陆景琛，我疼，我没力气了。暖暖，坚持住！暖暖，看着我，看着我，深呼吸，你可以的，我就在这儿陪你，我哪儿也不去。恭喜陆总、陆太太是个漂亮的小千金，母女平安。老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来到我身边，谢谢你让我有一个完整的家。当我第一次看到他，我就知道我的生命有了新的意义。我要让他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。妈，这糖醋排骨的比例是1勺酒，2勺酱油，3勺糖，对吧？我刚才多加了半勺糖，爸爸可是个隐形的甜食控。对对对，你爸那个人这辈子就吃这一套。爸爸怎么还不回来？今天是你们结婚10周年纪念日，哎，他要是敢迟到，我就罚他洗1个月的碗。这味道，看来我陆家的大厨今天后继有人了。那当然，这可是我研制了1下午的成果。老爸，快尝尝。外酥里嫩，火候绝佳，比起你妈当年给我做的第一顿，还是少了一点倔强的味道。你这是夸我呢，还是损我呢？当年是谁一边嫌弃太甜，一边把盘子舔得比脸还干净的？暖暖，有件事一直没正式告诉你。苏曼妮在国外因为涉嫌多起商业诈骗和跨国黑产，昨天已经被当地最高法院判了终身监禁。他这辈子都只能在那个铁笼子里度过了。过去了，那些烂在泥土里的人和事早就跟我没关系了。我现在守着你，守着咱们的女儿，每天光是幸福就已经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，哪还有空去记恨他？景琛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
如果没去面试，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你居然早就暗恋我了。傻瓜，那不是什么巧合，而是我为你蓄谋已久的相遇。直到遇见他，我才发现都是为了这次蓄谋已久的重逢。生活虽然有过苦辣，但只要那个对的人在，余生皆是甘甜。